神秘白袍人眼中满是仇恨，可忽然身后一抹强光袭来，将他所有思绪引回现实。那光芒盖过阵法，将整个大殿都照得灯火通明。回身观望，那光芒竟源自于百里子灵碎裂的灵魂。大师，不愧是你，有效果了。即墨千舟目露欣喜，因为百里子灵那分裂的灵魂在光芒的牵引下开始恢复，他自然觉得是神秘白袍人那瓶内力量的原因。可即墨千舟并没有注意到，此时那神秘白袍人的眼中满是诧异。他走到近前认真观察，随后取出一个罗盘与一张符纸，符纸与罗盘皆散发远古气息，符纸上的符文复杂，而罗盘四周则是7个灵界，且每个灵界上方有9重宛如阶梯一般的符号。神秘白袍人将符纸捏碎，化作力量融入罗盘之中，罗盘开始吞噬那光芒，只吞噬一缕便光芒大盛。随之罗盘指针转动，停在了仙灵界的方向。紧接着仙灵界那阶梯一般的符号由下至上接连亮起，最终9重阶梯皆亮，罗盘也有一众奇异光圈浮现，虽面积不大，可却气势逼人，宛如异象。哪怕神秘白袍人包裹的岩石，却也能清晰听到他倒吸凉气的声音。大师，这是什么？即墨千舟询问。百里子灵此时疼痛明显缓解，尽管咬牙切齿，却也不再哀嚎，也是好奇地看向神秘白袍人手中的罗盘。子灵少爷他结界之术方面的造诣，惊为天人，此次乃是因祸得福了。神秘白袍人说道。何意？闻言，莫说即墨千舟，就连百里子灵自己也是赶忙询问。子灵少爷在结界之术方面应该曾展现过极致的天赋吧？神秘白袍人问。子灵少爷结界之术方面确实很有天赋，只不过百里大人他让子灵少爷专心修武，因此结界之术方面未曾过多涉及。即墨千舟回道。糊涂，如此天赋竟然放弃，若是专心修炼结界之术，子灵少爷的结界血脉应该早就唤醒了。神秘白袍人语气充斥愤怒与遗憾。大师，您说的因祸得福与我结界血脉有关。百里子灵的态度也再度变得恭敬起来。对，子灵少爷，那妖女戒灵虽然厉害，可却也让子灵少爷因祸得福，在我这药力的助力下，使得子灵少爷于绝境处血脉觉醒。而子灵少爷的结界血脉世间罕有，乃是传说中的仙界至尊。仙界至尊莫非是仙灵界中最强的血脉？即墨千舟询问。对，正是仙灵界中最强的结界血脉。根据远古记载，仙界至尊这种血脉实际上并不弱于王之血脉。远古时期便有一位戒灵师，凭借仙界至尊这一血脉，可召唤亿万强大的仙灵界戒灵，一人之力匹敌强大宗门，哪怕在远古时期也是呼风唤雨的存在。神秘白袍人道。子灵少爷的结界血脉竟如此厉害。即墨千舟也面露狂喜，所以我才觉得可惜，若是子灵少爷修武与结界之术同修，凭借狱宗的资源，子灵少爷如今的结界之术定在那楚风之上。神秘白袍人道。此时百里子灵的灵魂已经连接在一起，自然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也大幅度减少，可百里子灵的脸上却涌现出了落寞。血脉再强又有何用？我父亲叫我专心修武，我便只能修武。百里子灵道出落寞原因。子灵少爷，你还年轻，现在修炼结界之术也不晚，很快你就能追上大部分同辈界灵师，不出300年便可超越所有同辈。神秘白袍人道。闻言，百里子灵脸上有着明显心动，但也有着明显的纠结。片刻后，他摇了摇头。罢了，我身为狱宗之人，所有修炼应当以育婴为主，我可不会像那陈辉一般一心二用。百里子灵道。子灵少爷，修武与结界之术并不冲突，你看那楚风不就是同修？神秘白袍人道。但谁能保证，若是那楚风只选其一，成就不会更大？我相信我父亲的决定，修武者的精力也是有限的，若想攀至顶峰，便不可一心二用。百里子灵道。唉。神秘白袍人叹息一声，旋即又说道。子灵少爷，你这结界之术，就算不修炼结界之术，其实也有大用。哦，大师，此言何意？百里子灵与即墨千舟皆是投来好奇目光，想必你们听闻过气运圣境吧？神秘白袍人道。气运圣境？可是那消失了近1000年的气运圣境？百里子灵问。对。神秘白袍人点头，听闻过，那本是浩瀚修武界最神秘的地方之一。所谓气运，不过是一种玄之又玄的说法，但那气运圣境有一种奇特力量，此力量加持于身，可使人心境大好，天地能量也随之更好地融入体内，修炼之物也有更好的效果。因此那股力量虽并非是传说中的气运，但也被人称为气运之力。我还听闻，虽说气运圣境内能够获得多少气运之力是要靠自己本事，但只有结界之术有着足够造诣之人才能够获得气运之力。因此气运圣境每次出现，变身上界灵师必入之地。百里子灵说道。子灵少爷真是知识渊博，想不到对于气运圣境竟也如此了解。神秘白袍人夸赞道。大师，你的意思是，以子灵少爷的结界血脉，若是能够有机会进入气运圣地，必然会有所收获，获得大量的气运之力。即墨千舟道。这是自然。神秘白袍人道。可是气运圣境不是已消失近1000年？我可是听闻气运圣境内界天染曾在顶峰留名，使气运圣境显露真身，界天染也因此获挑战顶峰资格，只是最终失败。
未能夺得传说中最强的气运之力。后来7届圣府诸多天才便都以在气运圣境顶端留名为目标，只是再也无人能够做到，就连大师你也未能。话到此处，即墨千舟意识到说错话，赶忙道：“大师，抱歉。”可神秘白袍人却笑了笑：“无妨，此地又没有外人，倒也无需顾及那么多。”话罢，神秘白袍人摘下兜帽，露出脸庞，虽是中年模样，可那白皙的皮肤，精致的五官，就算脸上的些许皱纹，也无法掩盖他的英俊。若是年轻之时，将必定是清秀的美男子。但若仔细想来，以他的五官，若是年轻之时，其长相与介天倒是非常相像。大师，你竟然是……此时，百里子陵看向神秘白袍人，满面震惊。这个脸庞他并非第一次见，之前曾在7届圣府高手的资料上见过。此人乃是届冉青出世之前7届圣府最强天才，是如届冉青一般，真正统治过一个时代的人物。此人名为芥木白，也是介天的父亲。子陵少爷还不知我真实身份吗？芥木白问。大师，你与我狱宗合作之时，百里大人便说过，绝不会对任何人透露你的身份，所以目前为止，整个狱宗也只有我与百里大人知晓你的身份。此前子陵少爷也不知道。即墨千舟解释道：“真是没有想到，大师竟是大名鼎鼎的芥木白前辈。前辈之前多有得罪，还请您勿怪。”百里子陵身体还未痊愈，却也起身施以大礼：“子陵少爷莫要多礼，你的身体还未痊愈，还需静养。”芥木白手指轻弹，便有强大结界之力落下，束缚住了百里子陵。旋即道：“其实我本可在气运圣境顶峰留名，但是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。我掌握了气运圣境的开启钥匙，可以让其不正常显现，让气运圣境被我独享。虽获取的气运之力较少，但细水长流下，收获仍是极大。实不相瞒，我能在这个年纪踏入天龙界灵师行列，气运圣境有着一份功劳。”芥木白道：“这样说来，气运圣境消失多年，原来是大师你的手段啊？”即墨千舟问：“算是吧。”芥木白微微点头：“哈哈，听闻界冉青当初一直期盼气运圣境显现，好在顶峰留名之后，挑战最强气运之力，完成他父亲界天然都未能完成之事。只是奈何那么多年，气运圣境一直未曾显现。原来是大师你不让他显现，不给他界冉青这个机会啊！大师，最强的终究还是你。当年那些人还说你的天赋不如界天然，所以未能在气运圣境顶峰留名，未能获得挑战机会。原来大师已经掌握了气运圣境，这等天赋岂是界天染可比？如今界冉青已经陨落，你才是当世最强界灵师，超越界天染不过是时间问题。7届圣府迟早是你的。即墨千舟对芥木白赞不绝口，可芥木白却摆了摆手，只是选择了另外一条路，可绝非掌握了气运圣境。但对于气运圣境，我自然也是较为了解。以子陵少爷的结界血脉，只要我稍加指点，定可在气运圣境顶峰留名。经过多年观察，我也知晓如何成功挑战成功，获得气运圣境最强的气运之力。只是这样一来，本属于我的机缘，就将属于子陵少爷。话到此处，芥木白看向即墨千舟，这个眼神让即墨千舟感受到了压力。大师，待得百里大人出关，我与百里大人讲述此事。即墨千舟道：“我说了，我只是对气运圣境有所了解，而并非是真正的掌控了气运圣境。何时开启，我说的不算，也要遵循气运圣境的规律。说起来，现在正是气运圣境开启之际，我本打算进入其中获取气运之力的。可若是子陵少爷想借此机会一试，我便不进去了，而是让气运圣境正常显现，由子陵少爷进入其中。”芥木白道：“正常显现，那7届圣府必然会派大量强者进入吧？”即墨千舟问：“你不是一直以来都不惧怕7届圣府的吗？”芥木白问：“我狱宗的实力谁都不惧，只是如今诸位大人皆在闭关，我狱宗战力并非巅峰。”即墨千舟道：“别忘了，我就是7届圣府之人。界天染入神之时代前便已下令，7届圣府众高手需守护7届圣府，在其归来之前，皆不可离开。不仅仅是7届圣府，据我所知，其他势力也皆是如此。所以这乃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，并且我可以告诉你，神之时代登顶之人可封真神，绝非虚言。那其中的力量是真的能够决定浩瀚修武界未来王者的。别看界天染他们在神之时代内占得先机，可据我所知，想获得神之时代内的力量没那么容易。如今乾坤未定，而子陵少爷绝对是有争锋的机会的。子陵少爷的天赋已是无与伦比，若真能获得气运圣境内的最强气运之力加持，谁可匹敌？楚风不行，他那界灵也是不行。若小辈皆是不行，老一辈又有谁能行？我知道狱宗有狱宗的想法，可修炼玉婴的目的也是为了变强，而神之时代的力量是超乎想象的。真的不想争夺吗？芥木白看向即墨千舟，即墨千舟沉默不语，看向百里子陵，百里子陵也不说话，可那脸上分明充斥着向往。于是即墨千舟做出了决定：大师，若是要子陵少爷进入，便只能让气运圣境正常显现吗？即墨千舟问：是，我说过，我并没有掌握气运圣境，气运之力也并非我所掌握。若想获得最强的气运之力，便只有让气运圣境恢复正常，那样一来，我也将丧失之前的机缘，
芥木白道：“可若是气运圣境正常显现，那楚风也定会进入吧？”即墨千舟道出顾虑：“我有办法，除了紫菱少爷外，任何人也无法在顶峰留名。那楚风也不行。”芥木白道：“楚风真的不行？”即墨千舟有些担忧，并非不相信芥木白，而是自打楚风出事，所能够做到的事都是超乎常理的。如今又已确定楚风身后有九颠大师那等存在撑腰，他实在想不忌惮都不行。我说了，他不行。芥木白道。见芥木白如此肯定，即墨千舟也是咬了咬牙：“大师，我们之间合作许久，早已是一家人。气运圣境如此重要的机缘，我自然了解。如今大师愿为紫菱少爷让出此等机缘，我也是心怀感激，定不能让大师白白让出。大师，你若是需要什么的话，不妨直说，若是能够满足，我会尽量满足；若是不能满足，就算大师愿意让出这机缘，我玉宗也断断不会接受。”即墨千舟说道：“其实他之前推辞，就是清楚芥木白不会白白帮忙，会狠狠地宰他们。可他也清楚，这确实是机会，尤其是这种时候。”芥木白也不客气，手掌握紧，一个卷轴浮现，递给了即墨千舟。看过之后，即墨千舟顿时眼泪汪汪，感动无比。“大师，你是真心为紫菱少爷好啊！”可芥木白却淡淡一笑：“我向来收费公正，这只是开启的费用。待得紫菱少爷在顶峰留名之后，我会告诉你们帮助紫菱少爷挑战成功的方法。那个时候也会再给你2个我所需要的清单，一个先给我父亲，另一个带着紫菱少爷获得最强气运之力，再父亲即可。当然，若是紫菱少爷无法夺得最强气运之力，那后面的我也不会收取，但这种意外几乎不会出现。”闻言，即墨千舟脸上的感动立刻消散，那个表情仿佛在说：“他就知道芥木白没这么好心，要的好处怎么会这么少？”果然，这个看似简单的清单只是开胃菜，芥木白还有2个清单没拿出来，但毋庸置疑，狠的在后面呢。